综合来看 ，A121D 是一颗标准的理性产品，性能稳，效率高，策略保守，设计克制。它不追求惊艳，但追求可预期。各位们，大家好啊！测试篇我们见识了它的稳，45瓦满功率，1小时不降额，65摄氏度依旧能守得住热。可真正的实力不在屏幕上，而在电路里。这个安克 Nano A121D 能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做到91%的最高转换效率，这背后一定藏着更狠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把它彻底拆开，看看这块小屏幕怎么供电的，主控是谁，功率管是怎么排布的，热是怎么导走的。安克说它是智慧充电的代表，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份智慧到底是真技术，还是一场极限豪赌。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菜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啊！咱们话不多说，开始对它做拆解。充电器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啊！这内部有高压电容，我们看一下这个折叠插脚，内部有接缝，应该是可以直接撬开的。很轻松的，直接就把它撬开了啊！这里有2个卡扣，对应的卡住主板的灵活线触点。主板内部被灰色的散热硅胶全部都灌满了。我们直接用钳子夹试一下，可以直接把它拉出来啊！这里有排针，对应的壳体内部有排针插座，这个是连接屏幕用的。内部还有蓝色的导热硅胶，为变压器进行导热。麦拉片加蓝色的导热硅脂贴，这一面还有一张加厚的，这个地方还有一张加厚的。触摸控制用的一个触点，对应的触点就在壳体的这个凹槽位置，背面有一张紫铜膜。然后我们把屏幕这一边也把它撬开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盖子背面还有屏幕的背面全是大量的双面胶粘在壳体上。整个充电器3片 PCB 以工字形排布，构成这一个紧凑的充电器模块。主板我已经把它拆散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构造。这个位置镶嵌一颗安硅外电容，还有同样这个位置也镶嵌了一颗。像这种迷你的小充电器的话，内部的空间是寸土寸金啊。拿出这个次级输出小板，这个是主功率板，一部分的输入电路还有输出电路设置在这个板子上面，白色的定制件做隔离，上面有电容位。初次级隔离全靠这个白色的定制件，这里还有一片白色的定制隔离片。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这个安克 Nano 45瓦充电器，咱们已经把它拆开了。我们看到的，它并不是在普通的45瓦氮化镓上打个补丁挂块屏幕，而是朝着新一代小体积智能电源的方向迈了一步，同时把交互、显示、系统管理融合进去。从内部的布局到模块分区，可以看出它不是堆料派，而是控制力的流派。它的目标不是把功率拉到极限的那1秒钟，而是在长时间运行里保持一致性、稳定性和温度可控。这类设计风格很少出现在同价位的小功率产品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它如何做到稳定，它在哪里做了取舍，它为什么敢放上屏幕，以及它凭什么在45瓦这个卷到变态的段位里仍能走出自己的路。EMI 及 QR 主电源电路，输入端首先是一颗来自东莞贝特电子的 3.15 安贴片保险丝，这里负责基础的输入过流保护。贝特电子2003年成立，专注过流保护器件。一颗绿色 NTC 热敏电阻用于抑制上电浪涌电流，品牌未知。随后进入这一颗迷你的绕线式共膜电感，与一颗33微亨插膜电感共同承担传导干扰抑制的任务，保证稳定通过 EMI 规范。整流部分使用了重庆平尾实业的4安1000伏贴片整流桥，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平尾实业1996年成立，专注贴片桥堆与稳压器件。充电器所使用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来自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 WHG 系列，
一共用了4颗，总容量是79微法，蓝牙都是400伏，主要承担主电源母线储能与文波吸收。万金源2005年成立，以铝电解电容为主要产品。这个电源的主控芯片适应型号 3687HR， 实际型号 HYC3687H， 来自深圳华源智信。这类和风式的 QR 主控芯片集成度高，强调效率与温度可控，是小体积高功率充电器的主流路线。华源智信2018年成立，专注数字电源管理芯片及 Mini LED 背光驱动的芯片研发。主控偏置供电使用的是万金源的，负责维持芯片稳定供电10微法63伏的电解电容。初期侧吸收网络采用 RCD 主容吸收，降低开关键风与高压应力，有利于提升整机的可靠性。隔离部分采用2颗来自东莞晨曦电子的 Y 电容，470匹法和1000匹法，蓝牙都是400伏等级，用于限制共谋干扰，并满足安规爬电要求。晨曦2014年成立，主营安规薄膜电容。反馈电路则由深圳奥伦德元器件的 3H7 光耦完成，用于实现稳压控制的闭环反馈。奥伦德实业2008年成立，专注光耦与光传感器隔离器件。整体来看，这一个方案关键词只有2个：成熟和稳健。用全国产供应链把 EMI 转换效率与温升风险压在一个长期可控的框架内。次级输出与交互控制，次级采用的是同步整流架构，也是用的深圳华源智信的产品，型号为 YH932C， 配合重庆评委实业的 D100N10ES MOSFET 组成同步整流输出控制链路，用于提升整机的转换效率，并降低满载发热。输出滤波方面，次级滤波也是用的湖南万金源电子的产品 PZ 系列固态电容，规格为560微法25伏，用于承担次级储能与文波吸收。协议与输出控制方面，它使用了一颗思印 SM001的协议芯片，负责 PD 和 PBS 等输出电压策略，厂家未知。V-Bus 控制由型号 30H800 的开关管执行通断与保护动作。这个产品来自深圳有源微电子，小厂货，没有资料可查。电流采样通过一颗白色005贴片取样电阻完成，为协议与 MSU 提供负载信息。交互系统是这个安克45瓦充电器的特色 ，MSU 型号为053201，但是品牌查不到。这颗 MSU 主要负责频显逻辑与系统管理，配合一颗上海普冉半导体的 PY25Q128HA 存储器，用于存储界面动画与运行数据。上海普冉半导体2016年成立，专注半导体存储器件与控制芯片的研发。触摸控制器来自东莞和泰半导体，思印型号 A2， 负责屏幕触控反馈。东莞和泰2012年成立，台资企业，专注 MSU 及周边芯片研发。主控 MSU 供电由思印 TY1H 的芯片降压而来，实际型号是 TM3359， 来自西安托尔威电子。这家公司2007年成立，专注高性能模拟及数模混合芯片研发。整体来看，这一段电路固态加 MLCC 控制文波，协议独立、频显独立，则保证交互体验。测试和拆解都结束了。安科 Nano A121D 这颗45瓦带频显充电器，它的表现依旧延续了安科一贯的风格，稳得住但不惊艳。从实测来看，它的协议覆盖完整， PD、PBS、QC 都有，输出稳定，1小时满功率不掉速。文波干净，温升受控，65摄氏度的外壳温度，65摄氏度的外壳温度放在这个45瓦体积里面，说明电路调教确实是成熟。但当我们这一次把它拆开，看到内部的电路细节，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安科那种利润导向的取舍逻辑。所有器件的布局非常的合理，但是用料不算厚道，该有的都有，没有一处是多余的，它每一处都卡得很准，既不过头也不浪费，这就是典型的大厂工程思维，求稳、求一致、求利润空间的最大化。换句话来说，它靠的是经验，而不是堆料。你不会看到顶级元器件的身影，但能看到长期稳定、批次一致的工程调教功底。综合来看 ，A121D 是一颗标准的理性产品，性能稳，效率高，策略保守，设计克制。它不追求惊艳，但追求可预期。如果你想要极致的堆料，这颗 Nano 可能让你失望；但如果你想要一颗稳、冷、耐用的45瓦主力头，它依旧是值得信赖的。这就是安克式的稳定。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测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